一个身处逆境的人，他应对逆境困难的能力高低，就是他逆商的高低。高逆商的人比高智商的人厉害得多。如果说智商和情商决定一个人走得有多顺利，那么逆商就是决定一个人可以走得多远。欢迎来到读书源泉，每天阅读一本好书，寻书中黄金屋，赏书中颜如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是《逆商》，作者是保罗·史托兹。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遭遇挑战，遭遇压力，在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怎么看待逆境，怎么处理逆境，怎么应对逆境带来的心理上的压力，这就是所谓的逆商。那些事业成功的人，他们经历失败的次数往往也是惊人的。比如小米的雷军，他在2000年创业初期需要筹资，结果至少找了30家投资公司，几乎把所有能找到的风投都找了一遍，结果没有一家愿意投资。当时的雷军处于绝望的逆境，内心非常煎熬痛苦。如果他应对逆境的逆商和能力不强，可能早就放弃了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小米。那些逆商高的人遇到逆境会怎么做呢？逆商高的人如何应对逆境？什么是逆商呢？它可以是一种评估工具，让我们了解自己的逆商处于什么水平。它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理念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对待逆境这件事。它是一套提升方法，让我们具备从逆境中学习和成长的反脆弱的能力。逆商高的人如何应对逆境呢？先说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叫贝克威瑟斯的人去喜马拉雅山登山，那天他们团队一起在登，开始天气很好，结果快到山顶的时候，突然遭遇了大风暴。风暴一来，人们都寻找避难处，也有的人就直接躺在地上了。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。这场事故夺走了8条人命，登山界把它称为1996年珠峰事故。贝克威瑟斯也差点没命，他只能拼命往营地走。他知道自己的体力就剩下3-4个小时了，如果这段时间内找不到营地，他就完了。他对自己说，我不能死，我要回家。他一步一步地走，后来连走都走不动了，只能爬。最后他远远地看到一个蓝色的东西，可能是块石头，也可能是个帐篷。幸运的是，那是个帐篷，里面的人把他救了，他活了下来，真是个奇迹。这可能是最考验逆商的极端情况了。逆商高的人就算跟大自然对抗，也能坚持下去。逆商低的人遇到风暴就会跟别人一样，索性躺下睡一觉。所以说，逆商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。从登山这个例子，作者保罗根据人们的反应不同，把人们分成了3类，搞清楚了这3类人，逆商我们就掌握了一半。逆商与登山的3类人，登山过程中会碰到哪3类人呢？第一类人叫放弃者。爬山的时候，有的人遇到挑战就选择放弃。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，也会有这种情况。放弃者通常就是退出、逃避、变卦、放弃。第二类人叫扎营者。爬山的时候，扎营者到了一个地方就先把帐篷搭好。扎营者会给帐篷里面堆满东西，把它弄得很舒服，像个临时的家一样，然后说你们上山吧，我在这儿等着。第3类人是攀登者。攀登者的特点是，他不是为了一个头衔而活着的，他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社会地位而活着的。比如说拳王阿里、足球皇帝贝肯鲍尔，或者是球王贝利这些人，他们退役以后，他还在社会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，他没有把自己的人生定格在我是一个大满贯冠军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自己是不是一个放弃者，还是一个扎营者，还是一个攀登者呢？尼采说过一句话，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他就可以忍受生活给他带来的任何苦难。生活再怎么痛苦委屈，没事儿，我知道我为什么而活，我有我追求的目标，这就是攀登者的心态。就像爬山一样，攀登者的数量和逆境的难度成反比，逆境越难，攀登者的人数就越少。这也是为什么真正有成就的人很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攀登者。怎么成为一个攀登者呢？逆境和什么有关？作者保罗用了一个树的比喻。你有没有见过山上的树从石头里长出来？树叶就像我们的外表，能看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有没有本事，干了什么事。树枝是我们的才干和愿望。
树干是我们的智慧、健康和品德，树根就像我们的基因、家庭、信念。逆商呢？逆商就像树的韧劲，就像有韧劲的树不会被风吹断一样，逆商高的人就是一个有韧劲的人。逆商决定了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能不能像一棵树一样挺过风雨，长得茂盛。一个人在社会上会碰到至少3种困难。第一种困难来自社会，比如说社会的风气，周围的人都爱攀比，说钱最重要，开什么车最牛，住什么房子最好。第二种叫工作的压力，比如说失业、技能过时、人工智能抢饭碗、收入降低、客户抱怨等。第三种叫个人的困难，比如身体越来越差，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，心态开始变得脆弱，容易受伤等。因为这3种困难，人们就觉得自己处在困境中。那么逆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？逆商的原理建立在3大心理学理论之上。第一个心理理论叫认知心理学。认知心理学就是说，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心情，就要先改变对这个事的看法，然后才能够改变自己感觉到的压力。认知心理学第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习得性无助。什么叫习得性无助呢？就是生活老是欺负一个人，让一个人觉得这事没法子了。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法子，而是生活老是欺负，让人觉得这个事没法子了。我们用一个实验来说明习得性无助。一只小白鼠老是给它电击，另外一只小白鼠也老是给它电击，但它有个按钮，一按按钮电就停了。后来把它们俩放在一个开放区域电击它们，那个有按钮的小白鼠一电就跑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电是可以避免的，而那个老是被电击的小白鼠只能蜷缩在那儿挨打，看到周围有空间，他也不躲避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每天被电击是正常现象，这是必须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产生了习得性无助，就会非常缺乏掌控感。认知心理学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归因理论。什么叫归因呢？就是这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项目，实验人员经过大量的观察，去看老师和男生女生说话的态度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当一个女孩数学不好的时候，很多老师会跟这个女孩说，你数学不行，这很正常，女孩子都这样，数学不好没啥。但是你跟男孩子聊天的时候，老师就说你不认真学习，不专心读书，无法集中注意力，这些问题你要重视，要改正。我们发现，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不行，什么都做不好，这样的人就会变得很消极，而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还可以，遇到困难也能克服，这样的人就会变得很积极，因为他们觉得困难只是暂时的，有办法解决的。所以，跟孩子谈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，别总是说他们不行，要鼓励他们。归因理论和习得性无助是教我们怎么面对逆境的心理学知识，它们都是认知心理学的一部分。第二个心理学知识叫健康心论，就是说身体和心理是相互影响的。这个想法从笛卡尔开始就有了，在笛卡尔之前，很多人觉得身体只是大脑的工具，我们的身体只是为了让大脑能够思考而存在的。笛卡尔说，当一个人用软弱的态度去应对逆境的时候，会变得抑郁，甚至会生病，可能会得癌症。第三个心理学知识就是脑科学。关于脑科学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很多书上都说要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，真的吗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用了多久养成了不碰火炉子的习惯？不用1秒钟就100毫秒，100毫秒一碰就烫手了，就再也不碰了，这个习惯就养成了。所以从脑科学来看，养成一个习惯根本不用21天，最快的话100毫秒就够了。大脑在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，主要靠大脑皮层，大脑皮层会很忙。等习惯养成后，就交给了基底神经节，这个地方负责下意识。也就是说，在不需要动用你大脑皮层的意识，就能够做这件事的时候，这个习惯就养成了。所以我们要想改变一个习惯或者建立一个新的习惯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能够打破基底神经节里的那些下意识动作，让自己清醒一下。比如躺在沙发上就想玩手机，这是习惯使然。这时大脑皮层没反应，就是基底神经节在控制你要这么做，
所以让自己清醒一下就很重要了。什么叫清醒？清醒就是把基底神经节里发生的事情重新拿回到大脑皮层里，再想一想，你就能够慢慢建立一个新的习惯。原理部分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测量逆商。怎么测量逆商？评估一个人逆商高不高，有4个方面。第一个是 control， 就是你觉得自己能不能掌握局面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控制住，那你的逆商就高；如果你觉得自己没办法，只能被动挨打，那你的逆商就低。第二个是 ownership， 就是你对这件事有没有责任感。比如说你在公司里总是抱怨别人不给力，那么你的逆商就低。如果你想想自己能做什么，怎么改善情况，那么你的逆商就高。第三个是 impact， 就是这件事对你有多大的影响。有些人会把问题夸大，觉得天都要塌了；有些人会把问题缩小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所以你怎么看待问题的影响，也会影响你的逆商。第4个是 duration， 就是这件事会持续多久。有些人会觉得这件事会一直困扰自己，甚至影响一生；有些人会觉得这件事只是暂时的，很快就会过去。所以你怎么看待问题的持续性，也会影响你的逆商。这4个方面用英文的首字母拼起来就是 core， C-O-R-E。如果你用这4个角度来思考问题，就能从情绪化的反应变成理性化的分析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觉醒。知道了逆商有哪些方面，那我们怎么提高逆商呢？怎么应对困难呢？作者保罗在给企业做培训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很有效的方法，叫做 LEAD 方法。LEAD 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步骤。L 代表 listen， 就是听听自己在遇到困难时候说了什么。比如说有个疯子跑过来骂你，你是个废物，你完蛋了，这个世界都疯了，你会相信他吗？当然不会，你会觉得他神经病。但是很多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自己就在心里骂自己，我真是个废物，我没救了，这个世界太可怕了。他们可能会信以为真，因为是自己说的。所以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，就能发现自己是否处于困境中，并且提醒自己不要被自己吓到。这就像在火灾发生之前闻到烧焦的味道一样，在事情变坏之前有所警觉。作者保罗建议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大声地说出来，哎呀，困难来了。比如说今天出门忘带讲稿了，如果你不把它说出来，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一无是处，又犯了老毛病，怎么办呢？但是你要试着在心里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，哎呀，又遇到挑战了。你要经常用这种有趣的方式提醒自己，挑战是难得的机会，我们要换个角度看待挑战，对自己说，我又有一个可以锻炼自己的机会了。所有心理健康的改变都不是靠自责，如果你只会不停的自责，不停的自我惩罚，那么根本无法改变现状。所有的改变的第一步都是觉知。觉知什么呢？用 core 里的问题来问自己，我的反应是高逆商反应吗？我还有没有掌控感？我能做些什么？这件事真的那么严重吗？会持续多久呢？当你快速的回答这些问题，就会发现挑战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第二步 E 就是 explore， 这是探究自己对结果的担当。在这一步的时候，你要用你的创意去思考，谁能对这件事负责？当你去问谁能对这件事负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只有你自己能负责。即使挑战不是你造成的，你也可以做些什么。当身边出现了挑战，当别人不配合自己，这个时候如果试图通过责怪别人、推卸责任，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被动。而真正能够让这件事发生改变的就是自己，然后同时提醒自己不要灾难化。灾难化就是崩溃了，觉得自己完蛋了，觉得自己失控了。第三步 analysis 就是分析证据。分析什么证据？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局面是不是已经无法掌控？第二个问题，这件事会影响到其他哪些方面？第三个问题，这个困难会持续很久吗？当你把这3个问题问完以后，你会发现所有3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那只是因为你还没看到更多的例子。我们来认识一下吉姆·阿伯特，他出生的时候只有一只手，可是他有个梦想，就是要打棒球。你可能觉得这不可能，可是他就是这么努力，每天自己练习。他不仅跨栏跑得飞快，还拿了奥运会金牌。
后来他还去了棒球场，用一只手投出了惊人的球速，成了最棒的投手。你看，有些人就是能创造奇迹，能战胜困难，所以你问我什么事情做不到，我都会告诉你没有。第4步就是行动，遇到困难，我要做点什么。怎么做呢？用漏斗法，把所有的可能都列出来，然后一层一层的筛选，把时间、地点、方法都写清楚，这样你就有了计划。当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你就会感觉很有力量。有个妈妈的女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酒驾的司机撞死了，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！她怎么才能恢复呢？她给自己定了个目标，我要做些什么？她把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写下来。她发现去告那个司机，去报复他，或者每天哭泣，每天抱怨都不能让他好过，反而会让他更痛苦。她在所有的选择里面，最后发现了一个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去宣传反酒驾的信息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喝酒开车有多危险。于是他跟那个司机说了声原谅，然后开始在社区里面传播这样的信息，帮助更多的人避免悲剧的发生。慢慢的，他走出了阴影，这就是战胜困难的方法。最重要的是要行动起来，才能真正克服困难。克服困难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就会陷入受害者的心态。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，为啥老是我倒霉？为啥老是我遭殃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其实这就是受害者心态。那么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心态呢？书里的作者保罗教我们2招。第一招叫做分散注意力，就是说，当你一直想着各种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拍拍桌子，让自己清醒一下。或者你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，比如看电影、玩游戏、做运动，让自己的思维转换一下。第2招叫做重塑目标，就是说，你要回想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你的初衷是什么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的动力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又有了力量。有人说，当我看到宇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的烦恼都不算什么了。这就是第3招，叫做渺小化。就是说，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看得太大，不要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。第4招是帮助别人。当你去关心和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也会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感。你也会回到你最开始做这件事的原因，而不是只关注自己的损失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开车难不难？在以前，开车是一种职业，只要会开车，就能当司机，就能养家糊口了。但是现在开车变成了很多人都会的技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因为一个东西难不难，并不取决于它本身有多难，而取决于它对你有多重要呢？所以逆商这件事能不能学会，并不取决于它有多难学，而取决于你有多想克服逆境呢？如果你真的想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会并且做到的。欢迎大家每天来读书源泉听书评，这期逆商的解读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对逆商和逆境有什么心得或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请分享给你的亲友好友吧。我们下次再见。